相传，凤凰山由五罗掌管，人们丰衣足食，其乐无穷。随着人类的繁衍，其对资源的无尽掠夺触怒了我。直至20年前，在玉成组织的引领下，凤凰山的人们取得了最终的胜利。然而，如今五罗却再度到来。距离咱们比赛的终点还剩最后5公里，各位选手都拿出了看家本领。最先通过终点的选手将会获得这台新活捉战神黑色幻影。滑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目前排在第1位的是国小剑士黄毛，紧追其后的是独树一帜的黄毛，第3名是我们拔山盖世的鳌拜，第4名是勇冠3区的判官，排在最后的是吉狗。吉狗闪送，不是闪送员吉狗先生张小岛。这2天天气好，又是鱼汛来的时候，我们开远点儿。哎呀，那几年近海的鱼是越来越少了。听说五罗来的前几年也是恁个，该不会是？我也听说了，说是我们把五罗的食物给补完了，他是来找我们报仇的。哪儿来那么多屁事？那是你们个子本事不够，不要自己吓自己。有望再检查检查。鱼塘，你捞不了一辈子鱼了，我们几个啷个可能跟你2个比啊？出发！漂亮！吉狗先生领头的走位，紧咬到了后方的车尾。好险！来硬了，我也不客气。你要记到起，捕鱼要会占天、占雨、占风，还要会观察水情。师傅，你说的那些我都晓得。我想听五罗的事。20年前，你真的见到五罗了？他长啥子样子啊？哎呀，在海上聊那些是大忌，说过好多次了，全当耳旁风。师傅，有条真鲷。好兆头，好兆头！再往前面看，今天要是大丰收，我们就回去吃顿好的。我们可以看到，镜头和张小岛正处于竞速决出的状态，两人不相上下。素头凭借经验和技术超过了张小岛。吉狗先生下降到了第6名。都太小了，不要。跳的太小了，玩到海里去。这几条模仿了。师傅，曲大流小，那不是韩国吗？我是鱼把头，我能不晓得？那几年啥子行情，你们心头也有数。有别个的船防身都够了。老大的货量快升了，让4辆做个炸鱼包给补一下。大雷不下雨，师傅，今天那个天气有点像。我刚才提5罗，遭师傅骂惨了，你莫再提了哈。这是最后一网，等收了那网，我们都回去了。
德行，今天是个啥日子哟？一会儿功夫都说了这么多鱼。真的是大丰收啊！鱼头，别生跳船舱，那是恶兆啊！怕啥子？再来鱼脑壳，啥子都不怕。鱼头，五了。他好像在水里头。我感觉要着了。本次幻影竞速赛的第一名诞生了，他就是张小岛。让我们恭喜张小岛赢得本次比赛的冠军。做到了，他叫做本期出生的摩托战神，非常欢迎。怎么可能啊？谁想到最后大奖的得主竟然是他？一个平平无奇的闪电员，竟然超过了在场的专业选手。正如有句老话，高手在民间。朋友们，我们把掌声送给他。他把门窗关好，别出来！信号不好。我说我把门窗关好，别出来！什么呢？听不清楚。
外面很危险，快回家吧。好，谢谢哥哥。妈，你怎么样？你没事吧？臭小子，大白天关什么门？我生意不做。又怪我？凤凰城依山傍海，有你没见过的动物，不是很正常吗？不是，是像豹子一样的蛇，还像花一样，还有翅膀。总之，它不是普通的动物。那就联系动物保护协会。是那个五什么？不信你看。紧急新闻播报：五罗再次现身。这几个人这么厉害？应该是玉成组织，20年前就是他们赶走了五罗。玉成，想不到他们还在。那年几个渔民联系记者说在海上看见龙了，但是这种话怎么可能有人信？都以为是条博眼球的新闻。但没过多久，大家才明白他们说的是真的。只不过那不是龙，五罗体型硕大。周身鳞片坚固，由于凤凰城地质特殊，频繁采用导弹攻击会引发地质灾害，所以一时间大家都拿他没有办法。不久后，地方有能之士自发集结起来，开始保护市民，并策划击杀五罗。我记得当时领头那个男孩年纪轻轻，但十分勇敢，大家都叫他玉成少年。玉成少年？那他现在怎么样了？赶走五罗后，玉成少年就消失了，不知道他现在还在不在凤凰城。小七真棒！小七，在这里。小七，过来，来这儿。小七。据悉，五罗频繁攻击本市可能与过度捕捞。别看了，哎，你这车哪儿来的？哦，我去参加了上次跟你提过的那个机车比赛。你赢了！哎呀，臭小子，我就知道你能行。你什么时候觉得我能行啊？你明明早就忘了这回事儿了，好吧？哎呀，我每天工作那么忙，难免啊。但是我始终相信，我儿子永远是最棒的。你为什么一点也不担心五罗的事啊？哎，我也怕过呀，尤其那年我还怀着你呢。我就想啊，我出了什么事儿不要紧，最主要是你还没有看过这个世界。
有一次真的很险，我差点就……不过你小子命大，后来玉成组织就来了。自从你爸走了之后，我就想明白了一件事：有梦就去追，梦醒了可以哭，但是绝对不能怂。就像我常跟你说的，看不到希望，不代表希望不存在。对。欲参加玉成组织者，请致电王先生，联系方式为。哎，你听说没有？上周玉成组织和武装部队总共捕杀700条小怪物。可不嘛！我看那些怪物有成千上万只。哎，没错没错，听说有不少人负伤了。我也听说了。哎呀，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办法赶走这些烦人的怪物？就是。上车！前面就有武装队。有怪物！左边瞄准，小心！你们两个没事吧？没听到广播报道这附近很危险吗？别在这逗留了。好的，我们马上就走，绝不逗留。目前这一带还很危险，要不要送你们回去？不用了，我们是育成者。啊，育成者？谢谢您的好意，我们自己可以。哎，你们回来！1、2、3、4、6、7、3、4、6，还剩7个。你知不知道我排了多久的队啊？可是我们消灭了那些怪物，如果让他逃走，肯定会有人因此受伤。下午我在手机里看到了你的新闻，你和你的小七。哎，现在外面怪物这么多，我还是送你去避难所吧。我就是从避难所里逃出来的。啊？为什么？你自己一个人，连个交通工具都没有，像刚才那种情况多危险啊！怕什么？上周我已经杀过好几只了。你？我真的是育成者。哎，你车技不错啊，要不要考虑和我组队？胆小鬼！谢谢你刚才救我，就此别过。等等，你要去哪儿啊？去打怪喽。那么多怪物，那万一……那就让他们排好队等着。后会有期。哎，那你住哪儿啊？喂，我叫张小枣，很高兴认识你。再见。怎么就这么点鸡蛋？那个排到我的时候，鸡蛋都被抢光了，只剩这些了。吃饭吧，饭做好了。妈，你说现在还有育成者吗？哎呀，都过去20年了，当年那些人应该都老了吧？我今天回来路上遇到了一个女孩，还有怪物。你遇到怪物了？你有没有受伤啊？武装队救了我。那个女孩也挺厉害的，她说她是育成者。你个臭小子，到底想说什么？
不行。好的吧，我听你的。玉成组织是杀怪物的，我是喂怪物的。你自己照照镜子看看，一副发育不良的样子，别跟着添乱了。吃饭。谁让你怀我的时候天天吃辣椒？都怪我，小时候挑食，不好好吃饭。别跟你那个死鬼老爹似的。吃菜。喂，哎，你好，您的闪送。啊，行，那我在楼下等你。就是他吧？张小草，好久不见呐！是你们？鳌拜，赢你的这小子，像不像个蚂蚱？是赢吗？是偷。我承认，确实是个意外。但大哥，你看啊，这个事儿啊，他其实……怕什么他？想跑？我错了，你俩差不多得了，还有正事要忙呢。别打了！谁呀？张小草，这个。多谢女侠救命之恩，你刚才简直太帅了！张小草！没想到你还挺手巧的。快好了。那，给你。张小草！刚才那3个撞的那个叫鳌拜，经受的是判官，那个女孩是木兰，他们3个上周杀了不少小怪物，全都上了新闻。你是怎么惹到他们的？我的那台黑色幻影是跟他们比赛赢来的，但是赢得不太光彩。哎，也不是。说来话长，当时是这样的。再给你一次机会，你要不要和我一起做玉成者？算了，我从不欠人情，现在我们两清了。等等，你为什么要做玉成者？难道有钱啊？100万奖金。啊？100万？我也不是那么现实的人。喂，成为英雄，受万人敬仰，到时候谁都不敢欺负你了。还能做英雄？对啊，就像玉成少年一样。老大，张老大有什么吩咐啊？张小草好帅呀！真是太帅了！儿子，你真棒！你是妈妈的骄傲，我为你自豪。喂，张小草，你还好吧？可恶，看来事情已经严重到我不得不出手的地步了。说人话。我加入。好，你也可以再交几个朋友，人多力量大嘛。朋友？有了，他俩肯定行。啊？黑桃，凤凰城最性感的舞者，跳舞只是他谋生的手段，格斗才是他的看家本领。他的梦想是开一间属于自己的酒吧。小不点儿，钢铁直男，
特长是力大无穷，梦想是追到黑桃。等等，钢铁直男小不点儿，他到底哪儿小啊？哦，他小时候还没我高呢，不知道哪年就跟吃了猪饲料似的，变成这样了。黑桃，张小枣，嘿，这张小枣，你怎么不告诉我？黑桃也来了。你穿开裆裤我都见过，还怕什么呢？那不一样。哪儿不一样？我这长大了。好了，叫你们来是有正事商量。你们知道玉成者吗？当然了，玉成少年可是我的梦中情人。那就简单了，我想邀请你们和我一起做玉成者。啊，可是我们还要工作。就知道你们要问这个。参与击杀5罗的玉成者都可以拿到丰厚的奖金。黑桃，你就打算一直在酒吧兼职，这样跳下去吗？拿到奖金，你就可以开一间自己的酒吧。好啊，老娘要让全世界知道，这双纤纤玉手可不只会跳舞。黑桃都这么说了，那我也去。但你们可想好了，要做玉成者，就要做好随时面对危险的准备。张小枣，你鬼点子多。小时候大家都欺负我，只有你保护我，有你在，我不怕。那是小时候，小时候你才那么大点儿，现在得你保护我了。放心，有我在。什么事儿这么急？人齐了，听好，我爸说5罗这次袭击凤凰城还有一个原因。什么原因？5罗的产卵期到了，需要大量进食供给能量。难怪，渔民把鱼捕捞殆尽，5罗认为我们是他的威胁，所以才袭击凤凰城。这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啊？他的意思是，动物产卵是最虚弱的时候，5罗又受了伤，他必须休眠一段时间才能恢复，这是干掉他的最佳时机。没错，就我们几个。怎么，你喜欢大家一起瓜分奖金？组织还没放出消息，会不会是有其他考虑？管他呢！接火放！未来名震凤凰城，脚踢青龙山的一代英豪张小枣在此。他像不像个蚂蚱呀？强剑戟，月公差的18万。怎么什么臭鱼烂虾都想做玉成者？这小子最会投机取巧，肯定是为了奖金来的。正好，今天新仇旧恨一起报。哎，别冲动，我有办法让他们知难而退。好了。你这消息到底可不可靠？放心吧，产卵期是围剿他的最佳时机，今晚就行动，别告诉其他人。不行，咱们也得去，可不能让他们捷足先登了。小不点，你觉得呢？黑桃，我听你的。风险越大，收益越大。既然消息自己送上门，咱们没理由不去。更何况，咱们还有罗燕这么个活地图，他可是从小在凤凰山长大的。但是，一旦5罗苏醒，后果不堪设想。咱们得想一个一击制胜的万全之策。有了！我爷爷曾经是煤矿上的技术工，参与过凤凰山山洞的勘探。
这是他留下的地形图。他之前工作的废弃矿井里应该还有炸药，但是需要一个懂爆破的人。放心，交给我。我原来高中毕业后学的就是爆。哎呀，我帮你说吧，小不点儿学过爆破理论，对理论知识他是掌握的很好，虽然已经获得了资格许可，不过还没实操过。山洞有2处关键点位，在这2处引爆炸药，就可以将整个山洞炸塌方，将五罗彻底困死。抵达山洞后，我们分头行动，每组在一个关键点位放置炸药，1人安装，1人组建。安装完成后迅速转移，到达安全地点后引爆。对了，所有人对讲机调到低音量模式。好。是啊，太壮观了。
了完了，这开关装置怎么这个时候坏了？赶紧问下小不点。小不点，听得到吗？我这边的开关装置，它怎么回事？他醒了，快跑！好。情况不妙，跟紧车。这几个废物把武罗惊醒了。看吧，武罗被激怒了。咱们撤。向上走！小不点，小不点！小不点儿，你醒醒啊！小不点儿，张小枣，为什么会这样？你的对讲机为什么没有开低音量模式？他们怎么就被惊动了？张小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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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喂！张小枣，你醒了。小不点儿了。生命体征已经平稳了。我们走吧。小时候大家都欺负我，只有你保护我，有你在，我不怕。那是小时候，小时候你才那么大点儿，现在得你保护我了。放心，有我在。耶！张小枣，怎么回事？因为我们的擅自行动，武罗提前苏醒了，随时可能再次攻击凤凰城。一定是木兰他们，煽动媒体故意抹黑我们。臭小子，你看看你干的好事儿，让你不要乱跑偏不听，又在那儿鬼混呢！赶紧给我滚回来！不行，咱们也得去，可不能让他们捷足先登了。怎么什么臭鱼烂虾都想做御城者？如果他们成功了，我们就坐收渔翁之利了。看吧，武罗被激怒了。小不点儿，小不点儿！张小枣，没有人生下来就是英雄，不管你是谁，都有我们陪着你。啊！老汉，你可别磕错人！你看你买的什么东西？把钱给我！等一等，这位老人家坑了你们多少钱？玉里什么事啊？就是玉里这种突破现实的人，他才能倚老卖老，以为你。
不是的，爸爸，这个真的很厉害。一表过。今天你要是不退气，你就甭想走，我跟你说。真是目无尊长啊，娃娃，看好了，再教你最后一遍。不打了！不打了！别打了！别打了！不干了！不干了！出来！哎呦！我记得你是叫张小枣。我已暗中观察你们许久，尤其是张小枣。我从凤凰城大奖赛的时候就注意到你了。虽然你们有点天赋，但是不多；有点勇气，但还不够。要完成育成者的使命，不仅要有更强的武器，还要彻底激发内在潜能。你们就不想问问我该怎么办吗？老师，那我们该怎么办呢？嘿嘿，这你就问对人了。他怎么跟个 NPC 似的？琼安老师，您为什么选择这座废弃工厂作为基地？废弃工厂，它是凤凰城最厉害的机械制造厂，而我是这里的总工程师。我在这里度过了自己的整个青春时代，并培养了一批技术骨干，还完成了诸多产品的研发，陪伴着工厂从诞生走向辉煌。我懂了，所以其实这堆破烂只是掩饰，真正的工厂藏在里面。看到了，指纹锁，密码门，哪儿呢？上一次五罗袭击凤凰城时，我的很多同事牺牲了，其中也包括我的爱人。这座倾注了我毕生心血的工厂也荡然无存，失去一切的我心灰意冷，甚至失去了对生活的信心。那后来呢？后来我余恨难消，加入了育成组织，成为了武器制造专家，一起赶走了五罗。原来是这样，老师，失敬了。叫我赖道章就行。所以您还留了个纪念品。他是我的科研对象。哦，我明白五罗迟早还会回来。这些年来，我遍查文献，研究他们的特性和弱点，以便开发出能够消灭五罗的终极武器。由于资料稀缺，所以研究的进展缓慢。声音，没错，就是声音。声音，展开说说。五罗在山洞追击我们的时候，对讲机突然发出超高频的噪音。五罗对那样的噪音特别敏感。我非常肯定，就是声音。老师，您看。在五罗来袭时，你们大部分时间需要面对的是来自小怪兽的攻击，所以掌握对付小怪兽的技能和战术是很重要的。想不曾停顿，撒向之上，我们飞奔，拼尽全力争夺生命。你脚步前进，目标清晰，燃烧激情，无畏前进，跟随那边，眼神坚定，心中心里永不放弃。奔跑吧，我的心，追梦的脚步不停。无论风雨。给你。我的呢？别偷懒，快去训练。燃烧吧我的青春，迎接挑战，勇敢无畏，哪怕再多压力和累。团队并肩，没有后退，一起努力迎接光辉。奔跑吧，我的心，追梦的脚步不
那我们如何对付五罗？五罗每次飞行只多5分钟，我们要抓住他的地面的时机，配合秘密武器才有胜算。什么秘密武器？我从罗燕那番话中得到启发，意识到五罗和小怪物的神经系统貌似对某个频段的声波有天然的应激反应。在我不断试验后，研发出了这台超声波发射设备，也就是前几天我所说的秘密武器，可用于攻击小怪兽和五罗。这个能对五罗造成伤害吗？对于小怪兽而言，这种声波是致命的。但对于五罗而言，这种声波只能阻碍它的行动。但是我们可以在凤凰城周边安装众多有这种声波武器的警戒系统，让五罗不敢轻易靠近凤凰。那太好了！有了这种武器，凤凰城相当于有了一个防护罩。当然，现在只是初级形态，目前的机器还有不少问题需要改进。其实我在研发声波武器的过程中发现，小怪兽会被另一种频段的声波所吸引。根据这个发现，目前也同步开发了一种引诱装置，也许在未来能够派上用场。来，大家辛苦了。要不是遇到你们，我的声波武器还不见踪影呢。不敢当，老师的技术才是让我们大开眼界呢。哎，过奖了。怎么了？在小不点呢？每个平庸的人都曾有一个英雄梦，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永远不去尝试。人生的荣耀不在于从不跌倒，而在于能够每次跌倒后站起来。这一次，一定要让他有去无回。好，也算上我。还有我，小不点儿，你什么时候出院呢？下午就出院了，得给你个惊喜。我们也有惊喜要给你。你们驾驶车辆从这里的山间公路向前穿越障碍，在5分钟内抵达10公里外的终点。注意，路上会有飞行球进攻，这些飞行球都已被设置成疯狂模式，它们会完全模拟小怪物的飞行攻击路径。你们必须躲过这些飞球的攻击，将其消灭。如果有人被击中，则代表任务失败。这是引诱装置，给，没问题。喂，是张小岛吗？是。是张小枣吗？你母亲被怪物袭击了，现在在市中心医院紧急抢救中。城区的怪物不是被杀完了吗？听说是因为几个御城者惊扰了我，小枣导致凤凰山的部分怪物流窜了出来。老师，你们先回去吧，我没事。
罗隐，我想再进一趟凤凰山。先父张翔，张小枣，这是你？这棵桂花树是爸爸和妈妈第一次见面的地方。爸爸，你一定要保佑妈妈手术一切顺利。家属在吗？出来了，我在。我妈妈怎么样了？手术一切顺利。啊！臭小子！妈，对不起，我不该一直不回家。如果我在你身边的话，你在我身边，我还要保护你。我现在只会更惨。今日凤凰山地区培训，监测显示五罗近期活动频繁，我市立即启动多项紧急措施，以确保公众安全。我们已经加强警力巡逻和部署，增强市区防卫力量，与居民建立联系，鼓励提供五罗活动信息，加强山区管控和巡逻，防止五罗进入市区。政府将与军方、地质研究局密切合作，制定应对五罗威胁的综合战略。五罗活动可能对凤凰城造成严重危害，我市将全力保障居民生命财产安全。不行，你疯了吗？不许去！可你说过，当初就是玉成组织救了你，你还跟我讲过，凤凰城不缺你这一个玉成者，给我老实在这儿待着。可是我说不行就是不行，你哪儿也不许去。你好，我过来缴费。扫这里。哎呦，都是他说。对呀，是他。哎呀，这当妈的真是可怜呐，非要去当什么玉成者。也不能恁个说，守护凤凰城人人有责，他们是英雄。那你怎么不让你儿子去啊？哪有英雄，连自己妈都保护不了的？喂，小枣，阿姨现在怎么样了？已经度过危险期了。太好了！对了，老师说了，先不用回来训练，多陪阿姨待几天。罗燕，还有，这段时间我要在医院照顾我妈，接下来的训练我可能要缺席了。那你。
老板，您的快递。哎，好的。哎呀，小伙子，你这摩托挺帅的呀！我跟你说，我年轻的时候也爱玩摩托。不过你这车和我玩的那些还真不一样，这怎么这么多？那个不能按。哎呦，这动力这么强吗？你搞这些干什么呀？对不起啊，老板，我是育成者，我的车做了必要的改装。等会儿，你是育成者，英雄啊，凤凰城的超级英雄！来，咱们必须合个影。等我老婆回来，我得跟她炫耀，我今天见到育成者了。来，笑一个。再来一张，来笑一个。帅得很，再来一张。哎，漂亮。你好。我来换一下这个。好的。育成少年，真的是你！天哪，想不到在这儿我能……之前的假肢有些磨损了，我来换一个新的。所以那次之后，其实你不是功成身退，而是……当时只是被五罗刮了一下，还没那么严重。后来感染面积太大，所以就……哦，你也是育成者？算是吧。算是。我妈妈被怪物袭击住院了，所以这段时间我一直都没能有机会参加训练。太遗憾了。你才是真正的遗憾。育成少年是多少人心目中的超级英雄？什么育成少年啊，你得叫叔叔了。现在你才是育成少年。我？对啊。你后悔过当初成为育成者吗？当然不会。用一条腿挽回那么多家庭免于流离失所，唤醒那么多像你一样的少年站出来，怎么会后悔？我还有事，先走了。报告，五楼出现！报告，五楼出现！我们被袭击了！协调支援！协调支援！除了武装部队之外，育成者们也在各地整装待发。最后，有个特别的人联系到我们，希望送给所有育成者们一句话：昨天我遇见了一个人，他说我是超级英雄。我想告诉大家，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英雄，只不过是每个人都在发光，荧光汇成星河，照亮了黑暗。你们每个人都是英雄。那个蚂蚱呢？换成个老头了？你放尊重点，忍你很久。你们还是留着力气打五罗吧。那个跳蚤和我想的一样，没有用的胆小鬼，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精。不过就是可怜你们，一帮老弱病残。罗言，看不起你的人只会无视你，而挑衅你的人，是因为不清楚你的实力，害怕你，明白吗？走了。让我们来关注一下凤凰山上的最新情况。刚刚我们获悉，五罗再次出现，摧毁了2架侦察机。我方大部队正紧锣密鼓地向凤凰山上进发。首先看到的是先遣队，由数十个武装部队组成，他们在装甲车的护送下，率先冲向战场。紧随其后的是机动队，由众育成组织的勇士自发组成，他们乘着坚毅的战车，豪迈而神勇地驰骋在山间，誓死捍卫我们的家园。排在
最后的是重装队，他们装备着大量的坦克、武装直升机以及战舰群。只要五罗进入重装队的埋伏区，那将是必死无疑。我们将继续关注这场战斗的进展，随时为您带来最新的报道。终于轮到我上场了，罗燕。死了！干了！死了！太好了！终于死了！哎呀，死了真好了！下车看看。有空小不点，好，小不点，快，快点！好。怎么卡了？这么关键的时候，快去找货子，让他来修啊！ 快！虎仔过来，快过来！哎呀，你电视卡起来了！出去看一下。张小枣，张小枣！臭小子，现在有人比我更需要你。什么？快去！记住，我不要什么英雄，我要我儿子。
你们还好吧？你怎么来了？做玉成者该做的事。你小子够男人，别给我们玉成组织丢脸。慢着，我跟你一起去。还有我呢，我也一起。走。小不点，车修好了没有？车胎要换，悬架也有问题。怎么不打其他车辆撤退到山下？原计划是我们做诱饵，引开5楼的埋伏区，但还没来得及，线头部队就遭到重创。小枣，利用引诱装置把5罗引到埋伏点，面包车修好后，我们过来汇合。再用声波武器困住5罗，最后联合重装部队灭了他，这是我们最后的希望了。修好这辆车，大概还需要5、6分钟的时间。我来做诱饵，你们跟着我，火力掩护。去死吧！你得保佑儿子，可不能跟你当年一样。小枣要是有个3长2短，我再也不去给你送酒了。小枣，车修好了，快把5罗引到埋伏区。好。还有，啊，我喜欢你。
喜欢你。重装部队已准备就绪，张老师，您那边情况如何？五罗即将到达埋伏区，请求启动声波武器。好。暂时已经被控制住了，尽快集中火力进行打击。收到。加强火力，声波武器的能量快耗尽了。快想想办法！张老师，集中火力攻击五罗的武官，那是他的死穴。好，将军，攻击五罗的武官，发射！棒！小枣，小枣，耶！据专家研究表明，五罗现世的原因可能与上古时期守护寻草的行为类似，系过度捕捞、破坏自然生态所致。此事发人深思，政府决定实施禁渔令，并禁止向海洋排污等行为，以恢复和再生海洋生态资源。禁渔期间，任何违反规定的行为将受到严厉处罚。臭小子，罗燕这姑娘不错，我挺喜欢的。张小枣，又是找你的。来了，
笑一个，自然点。你现在可是我们凤凰城的明星了。可不是嘛，我天天得接待一堆人，都是来参观他的。哦，什么叫参观呀？那叫致谢。不过，对，确实太多了点儿。我终于知道月城少年为什么隐退了。烦不胜烦。对，玉成少年后来到底去哪儿了？还在凤凰城吗？玉成之战也没见他来呀。嘿嘿，他可不是一般人，神龙见首不见尾呀！啊！玉成少年从来都不是一个人，每个少年都曾经对抗过成长过程中的恶龙。我的出现只是为了帮你们唤醒体内的这种力量。未来名震凤凰城，交替青龙身份，挑战的心无所畏惧，18般武艺，热血沸腾不曾停顿，战场之上冲锋陷阵，为了理想争夺胜利，脚步坚定，目标清晰，战火不息，无畏前进，不曾退缩，眼神坚毅，心中信念永远不放弃，战斗吧我的心，荣耀的脚步不停，无论风雨和挫折，勇往直前的那场面，呼吸急促，心跳加速，每一天都在奋力追逐，每一刻都在为胜利鼓舞，燃烧吧我的青春，迎接挑战。